冷战1个月后，男朋友忽然发了条朋友圈说要订婚了。好友群里所有人都在疯狂艾特我，恭喜嫂子，嫂子快发红包。气氛正热烈时，男朋友却忽然拉了姑娘进群，别瞎叫啊，这才是你们正牌嫂子。和男朋友陆泽冷战整整1个月后，他忽然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准备订婚了。配图是一对情侣钻戒，钻石挺大挺闪的。共同好友群里立刻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疯狂艾特我，催我发红包。陆泽却忽然拉了一个新人进群，名字很可爱，是泽的小仙女呢。小仙女进群后，陆泽直接艾特了所有人，别瞎叫啊，这才是你们正牌嫂子。原本热闹沸腾的群忽然就凝固了。我盯着屏幕上的这行字，不由得气笑了。小仙女开始甜甜蜜蜜的和群里众人一一打招呼，最后压轴艾特了我，先是一个姐姐啾咪的可爱公主表情包，接着是茶里茶气的一句，姐姐人家年纪小，以后麻烦姐姐多指教了。我看的实在是闹心的不行，直接退了群，关了手机。陆泽玩的这样大，时常打我的脸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每次冷战到最后都是我哄他，这一次我闹不清他是玩真的还是故意气我，但我实在没心思再猜，干脆拉黑一条龙，眼不见为净。今天本来是我生日，现在闹了这样一出，我心里还是有点小郁闷。换了条小黑裙，打车去了市中心新开的一个小酒馆。喝得半醉的时候，有2个男人过来搭讪，我眯着眼睛看了看，摇头表示拒绝。但这2人却不肯罢休，拽着我胳膊不放。我有点急了，起身想要走人，却又挣不脱。一转脸，却在不远处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人，陆泽的表哥，是医院最年轻也是最出色的外科专家陈敬行。他正和朋友喝酒，没穿白大褂，穿着黑色衬衫和长裤，戴了副眼镜，侧脸特别帅，尤其是鼻子又高又挺，下颌线十分锋利性感。修长的手指此时没有拿手术刀，却擎着酒杯，根根犹如玉管。男人攥着我的手越来越放肆，我心里一急，冲着陈敬行的方向喊了一声哥哥。陈敬行并没回头，他的朋友却向我这边看了一眼，然后别有深意地冲他使了个眼色，指了指我。陈敬行放下酒杯，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看过来，眉宇微微挑了一下。我使劲甩手想要挣脱，却仍是没能成功。眼见陈敬行坐着不动，我有点委屈，可怜巴巴的又喊了一声哥哥。陈敬行抬手摘了眼镜折叠放好，站起身迈开长腿走了过来。抱歉，这是我朋友，请你们离开。陈敬行的声音有点低沉，有点冷。那2个男人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又落在他腕上那只价值惊人的钢表上，讪讪地松开手离开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陆泽呢？陈敬行看着我，有些不赞成的蹙了眉。女孩子酗酒不好。我的小吊带裙一边肩带微微滑落了一些。陈敬行的目光掠过我肩头，很快移开。他转身拿了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肩上，我叫陆泽过来接你。分手了，我软绵绵地站起身，微醺的一双眼潋滟看着陈敬行，哥哥，你送我回去好不好？江鸟，我是陆泽的表哥。我知道，我缓缓向前了一步，步履跌撞。陈敬行伸出手，稳稳扶住了我的腰，先站好。站不好，哥哥，我头晕，站不住了。我在他怀里仰起脸，看到他耳尖上浮出一抹可疑的红。蓦地想起上个月我乳腺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，正好挂了陈敬行的专家号。他给我检查乳腺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耳朵悄悄红了。江鸟，我让你闺蜜来接你，你先坐好。他拉着我的手臂，想要将我拉开，我却直接抱住了他的腰。哥哥，你上次说让我去复查一下乳腺的增生问题，我有时忘记去了，今晚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好不好？我说完这句，果不其然，他的耳朵立刻又红了。他握住我手，再一次将我推开一些，轻咳了一声，方才十分认真地询问我，吃完药之后还疼过没有？疼呢，尤其是例假快来那几天，又胀又痛。我蹙了眉，抬手捂着左边心口。陈医生，你说是不是上次开的药不行？明天我上班后你再来复查一次。可我现在就很痛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止痛方法？痛还出来喝酒？陈敬行微皱了皱好看的眉毛。我咬了咬嘴唇，红着眼看向他。陈医生，今天我生日，陆泽忽然和别的女生官宣了。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不知是我喝多有了错觉还是怎样，我竟看到他眼底有了一抹很淡的疼惜。陈敬行的车子很大很宽敞，我坐在后排，捧了个小蛋糕，上面还插了一支粉色的蜡烛，是陈敬行刚才给我买的。我许愿，吹蜡烛，然后大着胆子在陈敬行脸上抹了一点奶油。他有很重的洁癖，所以明显的皱了皱眉，但好像却并没生气。那天我去检查乳腺之前，他在接诊别的病人，前前后后洗了7、8次手。他的手很好看，修长又有力。我感觉他2只手合拢的话，正好就能掐住我的腰。脑子里不由浮出了儿童不宜的画面，让我有点口干舌燥。他的侧脸正对着我，我看到那点白色奶油，在他英俊的脸上格外的突兀。
我忍不住凑过去，仰脸张嘴，轻轻将那点奶油舔舐掉了。奶油在舌尖化开，一片沁润的甜。江鸟，他沉沉喊了我一声，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。车厢里光线昏暗，他英俊的脸离我特别近，我看到他的眼底有着克制不住的一丝凌乱，而他攥住我手腕的手竟有些隐隐的站立。我甚至嗅到了他身上很淡的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馥郁的酒香，整个人都有些眩晕。怎么会有人长得这样好看呢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在学校就是很出名的校草，我也曾和别的女生一样去偷看他上课，变着法的和他一起上自习。还有一次在图书馆里，我还站到了他对面的座位。他功课很认真，埋头做题2个小时都没分心，我就在对面偷偷看了他2个小时，最后不知怎么的睡着了。丢脸的是，陈静行走的时候叫醒了我，还递给我一张纸巾让我擦一擦口水。当时我羞愤得恨不得立刻遁地消失，后来再也没脸出现在他面前了。再一次见面时，我和陆泽刚确定恋爱关系，而他竟是陆泽又敬又怕的表哥。我还记得当时在陆泽家见到他时，我又是意外又是惊喜，而他从看到我第一眼开始，表情就特别的冷淡疏离。陆泽当时还安慰我说，他这个表哥一向就这样，性子冷，从不近女色，以至于好多人都怀疑过他的性取向。江鸟，陈静行攥住我的手腕，蓦地将我拉进他身前。看清楚我是谁了吗？看清楚了。我是谁？哥哥。想清楚再回答，我的脑子一片迷糊，浑浑噩噩的想。是啊，我和陆泽掰了，那他还算哪门子哥哥？陈医生，我乖乖改口。名字，他攥得更紧，我几乎被他拉到胸怀中。他垂眸与我对视，高挺的鼻梁几乎触到我的鼻尖。陈静行，我眼神躲闪着，磕磕巴巴地回答。奶油好吃吗？他忽然问了奇怪的一句。啊！我讶异睁眸看他，还没回神间，他忽然低头吻住了我。残存的那一点奶油粘在我的唇上，他低头将奶油轻舔入口。我的脑子里嗡嗡的，手指软软抵在他胸前，却没有力气把他推开。闭眼，他咬了我一下，灼烫的气息在我耳边拂过，他的声音带着凛凛的沉意，却又性感入骨。接吻的时候不可以睁眼，江鸟，你男朋友没教过你？是前男友，我含混不清的辩驳。陈静行捏住我的下颌，眸色沉沉看了我一眼，吻得更深。最好是他独住在市中心的顶楼大平层，这里离他工作的医院很近，自然房价高得惊人。出了电梯，他准备输入门锁密码时，又问了我一句：江鸟，你想清楚了，进了这个门，我们会发生什么？成熟男女自然心知肚明。我上前一步，自后抱住了他窄瘦的腰，想清楚了，与其要把自己糟践在陆泽这种烂人身上，不如给了陈静行。怎么说，也是我当年暗恋过的男神，不亏了。他打开指纹锁，门还没关上，就将我抵在了门背上深吻。别急，都是你的。我勾着他的脖子，嘴氤氲，在他耳边低低轻喃。他的吻停了一瞬，黑暗里，他捧住我的脸，在我鬓边很轻地吻了一下。好，我没想到陈静行看起来这么清瘦，但脱了衣服后身材却这样好。第一次后，他随便套了一条松垮的睡裤，起床去给我拿水。我趴在床边，浑身散了架一般不想动，懒洋洋看着他的背影，完美的倒三角，近腰窄瘦。想到方才看到的，我感觉脸颊有些热烫起来。陆泽说他这个表哥不近女色，怕是做医生时间久了，实在见得太多，连带着人都6根清净了。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陈静行的真面目。他那双拿惯了手术刀的手，力气大得惊人。起来喝点水，他拿水杯过来。我不想动，懒洋洋的撒娇，我没劲儿。他倒是很有耐心，喂我喝了水。我还要喝完半杯，还有点意犹未尽。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多少带着点色气。我被他这一眼看得整个人都慌了。都给你，他声音沉哑地说了一句，放下杯子就亲身压了下来。我不是要这个呀。上午我醒来的时候，陈静行早已上班去了。床头桌子上有张便笺纸，早餐在外面餐桌，凉了记得加热一下。今天不用去上班，我给你请了假，再休息一会儿。中午都回来一起吃饭。我盯着那张便笺纸看了好一会儿，觉得眼眶刺痛的厉害，挣扎许久，还是将便笺撕碎放进了垃圾桶。起床快速洗了个澡，穿上衣服，我没有等陈静行回来就离开了。虽然年少时暗恋过他，可我也从没有奢想过能和他在一起，更何况陈静行的家世和能力摆在那里，他要什么女人没有，对于我大约也只是抱着一时尝鲜的心态。与其中午见面时他把话说透了我们彼此难堪，还不如就这样结束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刚到出租屋，陆泽打了电话过来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接了。就算分手，还是说清楚比较好。
你在哪？我妈让你跟我一起回家吃饭。陆泽的声音听起来和从前一样，好像昨天的官宣和对别的女人宣示主权都没发生过一般。我觉得好笑又心寒。陆泽，我以为昨天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的语气十分平和。陆泽闻言却有些炸了。娘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娃，昨天就那么一乐呵而已。陆泽一副我小题大做的口吻，不耐烦道：我快到你楼下了，你赶紧收拾下楼。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？陆泽，我们分手了。你确定你要分手？对，分手。这种无聊的游戏我不想再陪你玩了。你是因为我让大家喊他嫂子才生气的，是吧？林雨就我公司一同事，也是我小学妹，我们之间没什么的，你心眼别这么小。我没兴趣知道这些，陆泽，以后别再联系了，就这样吧。说完我就要挂断电话，陆泽却叫住了我，他的声音十分阴沉。江鸟，你这是要过河拆桥？我的心蓦地沉了下来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父母出了很大的一场意外，我爸当场身亡，我妈在 ICU 住了2个月。陆泽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出现的，巨额的医药费、天价的赔偿款都是他帮我付的，他为我付出了大把的时间、无数的金钱。最后我父母的丧事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我一个刚毕业、父母双亡的孤女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回馈，只能接受他的追求。现在他说过河拆桥，我想到那笔我一辈子还不清的债，无奈苦笑。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过河拆桥？就算陆泽和无数女人暧昧不清，甚至跟我2个同事都发生过关系，让他们这样踩我的脸，但我好似都是那个没资格说分手的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拿人家手短吧。娘娘，你是我女朋友，外面那些女人和你没法比的，所以别生气了，乖，换好衣服下楼，爸妈还在家等着呢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他低头了。我要是再不顺着台阶下来，那就是我不识抬举。他爱玩，私生活挺不干净的，身边各种莺莺燕燕没断过。我虽然家庭普通，但学历出众，出身干净，现在的工作也体面。陆泽的爸妈虽然看不上我，但更看不上那些女人，因此对我和陆泽交往一直都是不干涉不同意的态度。这次主动提出让我去陆家吃饭还是第一次。换好衣服下楼时，微信里忽然进来一个好友申请。江鸟，是我，陈静行。我看到陈静行这3个字，心里猛地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痛楚，几乎都要窒息了一般。我靠在墙壁上，紧紧攥着心口衣襟，好一会儿才忍了泪意，平复了情绪。我知道自己是压抑得太狠了，昨晚才会让自己放纵了这一次，但也只会有这一次了。我狠下心拒绝了他的好友申请，他没有再发申请，也没有打电话过来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这算是一种明显的拒绝。陈静行这样的天之骄子，性情自然高傲，他应该也不会再主动找我了。陆泽看到我下楼，眼神里明显漫出轻蔑的得意。我坐上车，没有说话。陆泽想要抱我，我摇头拒绝了。操！他烦躁地骂了一声，成，老子就他妈等到订婚后再碰你。到了陆家，陆泽的爸妈和妹妹都在。他妹妹陆婉从小身子就不好，1年多前刚做了肾脏移植，但恢复得并不好，平日很少出来见人。陆母见到我，一改常态的亲昵，娘娘来了，快坐下。闲谈间，她甚至关心地询问我，陆泽说你上个月去体检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还好，就乳腺有点增生，其他都没问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陆母看起来特别的高兴。娘娘啊，你和陆泽也在一起差不多1年了，你看，不如挑个好日子，你们把婚先定了。行啊，我也想安定下来了，不如就下个月吧。陆泽也说了一句。娘娘无父无母，多可怜，早点嫁过来也能有亲人陪伴了。陆母握着我的手，看起来一脸的慈爱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古怪。陆家人今天格外的热情，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，陆母还送了我一个新的 LV 包包。订婚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们家会办得风风光光。娘娘啊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上车离开时，我望着车窗外笑得见牙不见眼的陆家长辈，还有弱不禁风站在一边的陆婉，她脸色白得如纸。我莫名的觉得后背有些发凉。送我回了小区，陆泽直接开车走人了。下车时我听到他接电话，应该还是昨天那个小仙女，但我只当没有听到，拖着有些疲惫的身躯往前走。走到楼下时，却看到了树下暗影里陈静行手上夹着烟站在那里。我怔了一下，下意识想躲，他却掐了烟，直接叫了我的名字，陈医生。我只能乖乖站住了。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他的声音有点沉冷，心头酸涩的厉害，泪腺也在长着疼。我故作洒脱的一笑，昨晚我喝醉了，陈医生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不好？他望着我，眸底的神色越来越冷，到最后似乎能把人冻住。
江鸟，你就这么随便，这么不自重？我忍着眼底的泪意，又笑了一声。陈医生就当捡了个便宜呗，反正我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他眉宇深蹙，似有些烦躁，摸出烟盒，又点了一支烟。我看着他抽烟的样子，他的面容稍显冷峻，但望着我的时候，我却又能明显感觉到一抹柔情。我恍惚想起昨晚床子之间，我小声哭的时候，他有些慌乱无措地抱着我，哄我时声音里有着很浓的愧疚和疼惜。小乖，抱歉，我不知道你是初次。我移开视线，压下心底无法言喻的难受和苦楚，不想让他窥视到我的异常。陈医生，没事儿的话，我先上楼了，我转身就要走。不是和陆泽分手了？陈医生，这是我的私事。江鸟，你有什么难处？没有。陈医生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现在请您先离开好吗？我望着他指尖夹着的烟积攒了长长的一截烟灰，他忘了去掸掉。我伸出手，手指轻触到他指尖的烟，烟灰散落下来，瞬间飘散不见，就像我和他这段露水情缘一样。我被绑在陆泽这条船上，可我连下船的可能都没有。陈静行可能对我有点好感，但我凭什么要让他帮我还债，把他拉进我这样一塌糊涂的人生中来呢？我上去了，我转过身，告诫自己不要再说话，不要再回头了。明天记得来复查。陈静行的声音很低，身体最重要，不要把小病养成了大病。我没有应声，低着头快步走进了单元门洞，眼泪才一滴滴地落了下来。陆泽和那个叫林雨的女生打得很火热，但我已经不想浪费精力给他们，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。月末考核的时候，我们小组业绩得了优，晚上就会庆祝，我被人多灌了几杯酒。连日辛苦加上酒精刺激，我的左胸那里又开始刺痛起来。回去吃了止痛片，忍到第二日去医院。我特意避开了陈静行，挂了其他专家号，但没想到叫到号进去后，我推开门就看到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坐在桌子前。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转身要走。江鸟，陈静行叫住我，但医生临时有事，我暂时替班。那我改天再来。我的脸色很不好，钻宿醉加疼痛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江鸟，我首先是医生。陈静行站起身，摘了口罩，过来听话。他给我检查的时候十分专业认真，眼底没有任何的杂念，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心思不堪，很龌龊。这里疼吗？他的手指微微用力，我吃痛蹙眉，低低呻吟了一声。陈医生，疼。陈静行的耳朵立时红了，他轻咳了一声，忙松开手，移开视线。我赶紧把衣服拉了下来。要吃药，还要配合做一些理疗，问题不大，别担心。他拿出钢笔，写药单，近期不要熬夜酗酒，注意休息。他写完单子，并没有给我。你等一下，我让护士去拿药，我自己就可以的。先去做理疗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拿起干净口罩戴上。理疗室今天值班的是男医生，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并做。不用的，都是医生，无所谓的。有所谓。陈静行解开白大褂上的扣子，走到我面前。江鸟，我不想别人看到你。我怔了怔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走吧。我跟着他去了理疗室。脱衣躺下时，我还是有点不自在，偏过脸，闭了眼。他无疑是十分专业的。放松，别紧张，很快就好了。也许是察觉到我因为紧张身体紧绷，他的声音很低，很温柔。我慢慢放松了下来，仪器配合手法，很快疼痛就缓解了很多。热敷的时候，我甚至舒服地睡着了。所以我不知道，陈静行站在床边看了我很久，最后他轻轻俯身，弯腰吻了我一下。拿了药离开医院时，几个小护士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。给我送药那个小护士没忍住，好奇地问我：“你是陈医生的女朋友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可是我们陈医生从来不会对女病人这样。小护士有些羡慕地看着我，而且这样小的事根本不用陈医生动手的，可他竟然亲自给你做理疗。小护士忍不住都想要尖叫了，真的，我们刚才都要羡慕死了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空荡荡的走廊里并没有他的身影，心里沉甸甸的难受。我对小护士笑了笑，就进了电梯。他让我再来3次，可我知道的，我应该是不会来了。第二天深夜，我加班回到出租屋，累得半死的时候，陆泽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。我原本不想去，但他大约是喝多了，脾气带得吓人。我坐在床上怔然发了一会儿呆，还是拿了手机和包出门。半路又接到陆泽发来的一条微信：“姐姐，麻烦带2盒冈本，记得要买最大号的哦。”我面无表情地关掉微信，心里竟然连一丝难过的情绪都没有。到了酒店，我拿着买好的东西上楼敲门。开门的是那个小仙女林雨。我把东西给了她，就要转身离开，陆泽却醉醺醺叫住我：“江鸟，你他妈给我滚回来！”阿泽，你别生气嘛，姐应该是介意我在这里才不进来的。我就冷眼看着他表演。你介意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根本不介意我身边有多少女人。陆泽拽住我的手臂，将我拉进房间。
装什么蠢，等什么订婚后，老子现在就办了你。他粗鲁地将我推倒在沙发上，扯开睡袍的束带就要压下来。我看着他此时丑恶的嘴脸，想到他也许刚和林雨从床上下来，想到他这一年不知有多少女人，他脏透了，烂透了。我恶心的想吐，胃里一阵一阵的反胃。在他快要碰到我时，我一把抓起一边的烟灰缸砸在茶几上，烟灰缸碎了，我的手上全是血。林雨吓得尖叫，陆泽显然也很意外，眼底又怒又惧。陆泽，你要么就等订婚后，要么现在，咱俩一个进医院，一个进局子。我坐起身，声音冷静至极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但不管怎样，能拖一日是一日。如果真的躲不过了，我将鸟就认命，当被狗咬了。陆泽不知有什么顾虑，竟然缓缓向后退了2步。我趁机踉跄跑出了房间，出了酒店，我就蹲在路边吐了出来，右手血肉模糊，淋漓了一地的血。刚才我还感觉不到疼，这会儿才觉出痛得钻心。我挣扎着起身，打车去了最近的医院。到医院才发现，这是陈静行上班的那家。我只能祈祷他今天不值班。护士给我清创的时候，我疼得全身都在抖，但我强忍着没哭。所有的眼泪大约在父母双亡那天就全部流尽了吧。疼了就哭出来，别忍着。随着这把低沉温润的声音自身后响起，接着我整个人就落入了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。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，夹杂着一些烟草香气，除此之外都是干净清冽的气息，很熟悉，很让人心安。我没有抬头就知道是他，眼泪到底还是涌了出来。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捂住了我的眼，忍一下，快好了。我的眼泪肆意的淌，将他手掌心都打湿了。直到最后伤口处理完包扎好，他带我回了他家。中途我说过要回去，可他强势的没有同意。我手上有伤，洗澡都是他代劳的。虽然我和他有过那样亲密的关系，但是还是觉得不自在。我自己慢慢洗就可以的，伤口沾了水会感染，你听话点。他用大浴巾裹住我，抱我去了卧室。我就在隔壁，有事你叫我就行。他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说完就要起身离开。陈静行，我轻轻拽住了他的衣袖，你能陪陪我吗？我不想一个人待着。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到底还是应了。好，我先去洗澡。他洗完澡过来时，身上的味道很好闻。我忍不住钻到他怀里，手脚并用抱住他。他一边要小心我受伤的手，一边还要忍着。江鸟，别招我！我不听，脸埋在他胸前，轻蹭了蹭。陈静行，你还记得大学时候的事吗？记得一些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，坐你对面的女生看了你2个小时，最后还睡着了？很丢脸是不是？并没有。你有过喜欢的人吗？有过。我怔了一下，一瞬间心底酸的难受。她一定很漂亮，一定很优秀，就是个好看的普通姑娘而已。她摸了摸我的头发，也许是因为说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她整个人都温柔的让人心碎。陈静行，我们今晚不要说她好不好？好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还有没有和其他女人？没有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低头亲我。江鸟，我不是随便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跟我？可他已经吻住了我，接下来的话我都没能说出口，而他自然也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发现他很喜欢亲我的眼睛，尤其是亲我薄薄的眼皮。我想，也许是因为我长了一双和他喜欢的女人很像的眼睛的缘故吧。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着，人却被吻得昏昏欲睡。最后模糊的意识里，我好像感觉到陈静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什么，但我困得很，实在没有听清楚。他无奈地看着睡着的我，只能叹声气起来冲澡。我的伤在第3天时就基本恢复了。最后一次一起吃晚餐时，我提出要回去。陈静行放下了筷子，江鸟和陆泽彻底分开吧。我摇摇头，陈静行，有些事我没办法告诉你，我唯一能说的就是，除非陆泽愿意分手。你到底欠了他什么？我想说，我欠了他很多钱。我妈在 ICU 住了2个月的巨额医药费，还有事故造成的天价赔偿款。后来医生宣布我妈脑死亡抢救无效之后，摘除了妈妈健康无损的肾脏给了需要的人。我这才知晓，我爸妈生前都签过器官捐赠书。当时我哭得浑身瘫软，医院里的所有事都是陆泽亲力亲为的。你别问了，总之陆泽不肯和我分手，我就不可能和他分手的。我垂着眼眸，缓缓站起身。这几天很感谢你照顾我，陈医生。我使劲咬了咬嘴唇，就红着眼看了他一眼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说完，转身离开了餐厅，换了衣服，穿上鞋子离开。陈静行没有追过来，这是我第3次拒绝他。我很清楚，他绝对不会再找我了。陆家忽然提出订婚的日子提前，原因是陆婉的身体越来越不好。所以他们想要趁着陆婉现在还能出门，赶紧把订婚仪式办了。陆母看似在和我商量，但我很清楚，哪里有我拒绝的份。欠陆家和陆泽的这份天大的人情债，我还不了，只能用自己抵。
我沉默的应了，陆家人好似都松了一口气，特别的开心。订婚仪式，他们选择了在西郊的一处别墅举行。我和陆泽需要提前3天过去。订婚礼日子敲定，陆家大宴宾客，邀请所有亲朋去参加。陈静行和他的父母自然也来了，且是陆家最为重视的座上贵宾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分漂亮明艳的年轻女孩。女孩挽着他的手臂，两人之间的氛围看起来十分亲密。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，就收回了视线。这几日过去，一切尘埃落定。我和陈静行那短暂的露水情缘，也不过像是梦境一样虚幻短暂。陈静行的妈妈是个看起来十分文秀和善的贵妇。陆母将我介绍给她的时候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十分的和煦慈爱。但陈静行的态度很冷漠。陈夫人让她跟我打招呼，她也只是冷淡的微微颔首，就移开了视线。静行哥，他身边的女孩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袖，又对我很友好的一笑，你别介意啊，静行哥的性子就是这样。我也回了礼貌一笑，没关系的，我跟着陆母去招待那些亲朋。陆泽向来有点怕陈静行，早就远远躲开了。好不容易得了空，我赶紧去了一趟洗手间。这种应酬的场合，我其实不太喜欢。我家境平平，父母都是平凡的职员，我们来往的也都是普通人。像陆家这样的门庭，其实我根本沾不到边，更不用说陈静行了。刚才陆母在陈家人面前逢迎谄媚的嘴脸，实在有些过于不堪。虽然和我并无太大的关系，但我听着他们巴结陈家的话，也有些脸红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穿着华贵的礼服，佩戴着贵重的首饰，可这却又并不是我，只是一个提线木偶而已。我想爸妈，想我从前的家，可人又怎么能回到过去？2行眼泪缓缓滑落的时候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他的身影。我的视线很模糊，他的身影也是模糊的。我感觉自己可能是出现了幻觉。他身边有女伴呢，怎么会过来找我？为什么在这里偷偷哭？直到他的声音响起，我才像是如梦初醒。我想要转身，他却抬起手按住了我的肩。我想过再也不管你的。他缓缓向前走了一步。他那样高，我穿着高跟鞋也不过到他下巴的位置。他拥着我，就那样一点一点低下头，将下巴抵在了我的肩上。可你刚才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就心软了。我没有什么。我刚进来，你看到我眼睛就红了。我没有眼睛红，这些天没睡好，有点累而已。我说着，想要挣开他。陈医生，你先松开手，让人看到就不好了。我们都睡过了，你现在说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？陈静行看我急得眼睛红红，哭过的眼睫湿漉漉的可怜。他大约是心软了几分，竟是真的放开了我。我赶紧打开手袋，拿了粉饼出来补妆。他靠在水池边，把玩着一枚打火机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你还不走吗？我收好东西，睨了他一眼，压低了声音询问。你走吗？我要走了。江淼，敢不敢跟我走？他缓缓站直身子，对我伸出手。陈静行，我郑重地望着他，眼底一片不敢置信。江淼，我只问你这一次，敢不敢跟我走？他眸光灼灼望着我，瞳仁里映出我的身影。那么小，那么卑微的一个女生，念大学时暗恋他，也只敢偷偷埋在心里。图书馆里坐在他对面2个小时，纸条上写了无数字，又一个一个划掉，最终还是没敢递出去。有人生来就是明珠，夺目璀璨，而更多人不过只是微末的清晨。刻在学校树下长椅上不敢吐露的少女心事，刻在手腕上的浅淡却仍狰狞的伤疤，懦弱的挣扎不开的自己。父母走的时候，差点就要跟着离开的时候，妈妈的肾脏被取出来装在陌生人身体里的时候，答应陆泽追求那个晚上，他抱着我亲吻我，明明难受的快要窒息，快要吐了，却还要笑着忍着。他跟我的同事，甚至外面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多想有骨气地甩他几个巴掌，干脆利落地离开。可我最终却只能像条狗一样回到他身边去。只要陆泽不放手，我永远都是一只提线木偶。我知道陈静行也许是我的一条救命稻草，但我如果利用他还掉那笔债，再和他在一起，那和我如今的际遇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和陆泽那样的烂人一样的位置？我不忍心玷污他这样的人，不忍心让他被人指点，戳着脊梁骨说他陈静行原来也会为了女人一掷千金啊，还是自己远房表弟的女人。所以我只能推开他，就让我一个人陷入沼泽和泥泞中，就让我一个人把地狱的每一层都走遍。如果我能幸运一点，干净地摆脱这一切过去，彻底地得到自由，我或许才会鼓起勇气对他告白。我对他摇了头，还有3天我就要订婚了，所以陈医生别和我开这种玩笑了。他的眸色渐渐变得暗淡下来。
我不等他开口，又道：“我以为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，只是成年人一时兴起的玩乐而已。更也许，你也可以把这当作我对陆泽出轨不满的发泄和报复。”发泄和报复，陈静行缓慢地咀嚼着这两个字，他微侧头，自嘲地轻笑了一声。所以那个晚上，仅仅只是你的发泄和报复。陈医生，其实那个晚上我的体验感真的很不错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也不介意长久和你保持这种关系。这句话我还没说完，他冷峻的脸容上却已然满布寒霜，最终没有看我一眼，直接转身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脱力了一般靠在了洗手台上，手指那样的凉，颤抖得无法自持。我缓缓抬起来，贴在脸上。陈静行，我轻喃了一声他的名字，就好像我的少女时期无数次也会在梦里这样念他的名字一样。我想起那个阳光特别好的午后，图书馆里那么多的人，可偏偏他对面的位置是空着的。好几个女生都想要坐过去，却都不敢上前。陈静行的性格挺冷的，不喜欢的人给他告白，他从来都是直接拒绝，丝毫不顾情面。女孩子们脸皮薄，都怕被他赶走会很难堪。我自然也不敢上前，抱着几本书想要去楼上时，室友却忽然把我推到了那个座位边。我吓了一跳，立刻就要起身离开。陈静行却抬眸看了一眼，然后他什么都没说，继续低头翻看着面前的医学书。他的手指修长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的，翻动着洒了一层阳光的书页，是那样的美好，让人心动。我僵直地坐着，好一会儿才嗫嚅着问了一句：“学长，请问这里没有人吧？”他摇摇头，将离我有点近的一本资料书拿到了自己面前。我心如小鹿乱撞，慌忙也把自己的书放下来。但那天我一页书都没翻完。我其实也并不想那样没出息的一直盯着他看，但实在是控制不住，他离我太近了，我甚至能看到他的睫毛头下的暗影。我看得呆住了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花痴的样子多可笑。更离谱的是，我看着他竟然还能看得睡着了。他走的时候拍醒了我，递给我了一张纸巾。我迷迷糊糊地接过来，看到他眼底似乎带了一抹很淡的笑。他指了指我的嘴角，又指了指我手臂下压着的那本书，声音清越温润：“擦一下吧。”还有书本上，我摸到了自己的口水，脸瞬间红得要爆炸了。回去之后，我懊丧了好久好久，整个人也就此消沉的，根本不敢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后来他就毕业了。他们拍毕业照的时候，我和室友路过操场，好多女生都想要和他合照留个纪念，但他都拒绝了。我低着头拽着室友快步离开了，所以我没有听到那一句：“江鸟，要不要过来和我拍照？”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3年后。我是陆泽的女朋友，他是陆泽的表哥，其实算是有些远的亲戚关系了。但陆家攀附陈家，所以十分主动，走动频繁。那天他只在最开始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饭桌上的气氛到最后甚至算是冷场，我觉得很尴尬。陆泽安慰我：“我这个表哥就是这样，家世好，能力相貌出众，人很自负清高的。”但我并不那样认为。他确实性子有点冷，但他一点都不自负清高。他的功课从来都是全优，年纪轻轻就成了医院最年轻的外科专家。我看过他接诊病人的样子，礼貌、温和、耐心十足，没有任何的傲慢和高高在上。我也做过他的病人，我很清楚他有多好。出发去举办订婚仪式的别墅前夜，陆泽接我去陆家吃饭。那栋别墅灯火通明，但在我眼里却像是张大口的凶兽，他会吞掉我，将我的骨头都咬碎，永生永世无法超生。陆婉也和我们一起用餐，他的气色看起来稍稍好了一些，甚至还打扮了一下，还亲手给我盛了汤，细声细气地说着：“嫂子，你多喝点补汤。”他对我腼腆的笑。我忽然讶异地发现，那个小仙女林雨好像长得有几分像陆婉。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除了林雨，好像陆泽找过的那些女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像陆婉。是呀，多吃一点，娘娘还是有点瘦了。陆母一边说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，怎么比之前又瘦了一些呢？陆婉身体不好，很快离席回了房间。饭后，陆母亲手给我端了一盏茶来，我望着那盏茶，很轻很轻地笑了一声。等到茶水不再热烫的时候，我端起一饮而尽。陆母轻轻松了一口气，陆父也松了一口气。陆泽在一边玩手机，在我喝茶那一瞬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很快收回了视线，若无其事地继续打游戏。我垂下眼帘，心底像是落了一层雪一样的凉。陆泽，陪我出去走一走吧，我站起身说道。陆家的人都有点意外，陆泽放下手机，看了我一眼，还是起身跟我出去了。一直走到草坪上，我停了脚步。今夜星光很好，明天定然晴空万里。宾客们过2日就会赶去参加我们的订婚礼，但我其实很清楚，订婚礼是不会有的。
我看着陆泽，开门见山道：“陆泽，你们其实不用这样大费周章。”你说什么？你只用准备一份器官捐赠同意书让我签字就可以了。江鸟，陆泽的神色骤然变了。你知道了，陆婉之前移植的肾脏排异很严重，她身体越来越差，急需换肾。我平静地望着她。1个月前，你忽然带我去全身体检，我已经隐约猜到了一点什么。江鸟，陆泽拧着眉，有些可怜地望着我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用隐瞒了。婉婉确实需要换肾，你体检之后，医生已经确定你的肾脏很合适。我的视线已经有些模糊了。我知道那杯茶里放了东西，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喝下了。如果用这颗健康肾脏能够还清楚欠陆泽的债，我愿意。我愿意身体残破，但是干干净净的离开。可我没想到我会听到那样一句：如果早知道你的肾脏才是最合适的，当初也就不用大费周章要你妈了一颗肾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踉跄地向前，想要抓住他的衣襟，陆泽却一把将我推开了。江鸟，反正你就要和你爸妈一家3口团聚了，我也不介意告诉你，当年的意外是人为，目的就是要你妈妈的肾脏。我们通过特殊渠道确定了你妈的肾脏与婉婉的可以配型，而且你爸妈都签署过器官捐赠同意书，但那是他们死了之后的事，婉婉等不了了。抱歉啊，江鸟，我就这一个妹妹，可她比我的命还重要。为了她，我就算是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。我伏在冰凉的地面上，药效开始发作，我手脚发软，一丁点的力气都没有。陆泽却又阴恻恻地说了最后一句：不过你放心，取你肾脏的手术是我表哥亲手操刀，他医术高明，会给你缝得很漂亮的。对了，当年你妈妈的肾脏也是他亲手取出来的呢。我可以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了手术台上，有人掀开我的衣服，再给我的整个腹部消毒，冰凉的酒精涂抹上去，我浑浑噩噩地睁开了眼。面前的几个人都穿着手术服，戴着口罩，我的视线模糊，辨认不出他们是谁。直到最后，主刀医生戴好手套走到床边，我看到了一双噤如寒潭的眼瞳，而那双眼也定定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就漠然地移开了。我动弹不了，就如待宰的羔羊，等人被人屠宰。我最初惊惶了一瞬，但很快心就归于了一片平静。我认出了那双眼，很像陈静行，但不是他。医生拿着手术刀轻轻划开我的皮肉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手术室的门却忽然被一股极大的力道撞开了。所有人都惶惶地看过去，很多警察闯了进来，但我只看到了他。陈静行穿了一件很干净的白色衬衫，我很少见到有人可以把白色穿得这样一尘不染的干净，所以当我身体里的血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时，我很难过的想要和他说一句对不起，但我发不出声音，身体的每一寸皮肤和每一根神经好像都不是我的了一样。我只能对他眨眨眼，无声地说了一句：陈静行，对不起啊。陈静行的眼睛很红，红得像是蒙了一层血。他抱着我大步向外走，我能感觉到他咬紧了牙关，脸侧的肌肉都在隐隐抽动。江鸟，撑住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他垂眸看了我一眼，声音站立着，却又坚定得让人心安。我想说，我不会有事的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取走我的肾脏，但这种被人在意着的感觉真的是太温暖太幸福。我忍不住把脸轻轻贴在他胸前。哪怕陆泽那样污蔑陈静行，还欺骗说他操刀手术摘除了我妈妈的肾脏，但我从来没信半个字。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他当年的入职宣誓，他眼含热泪，一字一句誓言铿锵有力。我就知道他会是全世界最好最负责的医生，他不会和陆泽这样的人同流合污。他是干干净净的陈静行，我也要做干干净净的江鸟才行。只是我到底还是太稚嫩，我以为一颗肾脏就能换自己的自由，却根本没想到，整个陆家早在数年前都已经卷入了黑市的人体器官交易之中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短短几年就攫取了惊人的财富。而这一切的最初，是从陆泽的一个姑姑为了上位，不惜给一位年迈濒死的富豪献了一颗肾开始的。陆泽的姑姑从此青云直上，整个陆家也跟着水涨船高。他们好似掌握了生财之道，这些年，这双手上沾满了鲜血和人命。源源不断的年轻的健康的器官，供给那些濒死却不愿这样死去的掌控财富的人。也许是作恶太多，所以报应在了唯一的女儿陆婉的身上，却也害死了我无辜的父母。这一次，他们又想故技重施，因为担心车祸会损害到我的器官，所以他们的计划里是先麻醉摘除我全身可用的健康器官，然后再去别墅的路上制造车祸，引发大火，毁尸灭迹。当然，他们会做好后面的善后工作，没人会发现他们动的手脚。我一个孤女就这样惨烈而又悄无声息地死去，别人也只会叹息一声，瞧瞧，差一步就要嫁入豪门了，天生没有福气。而陆家会为我举行一场最盛大的葬礼，来书写陆泽的深情。
再然后会有一个又一个新的健康的女孩跌入他们的魔掌之中。但好在这一切在我的身上彻底的结束了。陆泽和他的父母以及卷入活体器官交易的陆家所有人都被收监，他们身上数条人命沾满血腥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陆泽的妹妹陆婉在惊惧之下引发心悸，肾衰竭，没能下手术台。我妈妈的肾脏自然也不是陈静行做手术摘下的，当年的那个医生被陆家重金收买，这些年他明面上救死扶伤，暗地里却双手沾满罪恶，如今要以命抵命，等待法律宣判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陈静行应该是在2年前察觉到陆家的不对的。陆婉性命濒危，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单，而必须要做手术换肾时，恰好就有合适的肾脏出现。不要说有些人等一个适合的器官等了多少年，就算是遇到有人愿意捐赠，也要配型成功才行。所以这样的巧合就让心思缜密的他留了意，一直到我出事。那天晚上去陆家的路上，我给陈静行发了一条短信，但发出去的时候，我又把所有的字都删除了。最后那条短信是空白的，但聪明如他，自然是察觉到了异样。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竟敢这样读。陈静行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他坐在我床边，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地教育我：江鸟，赚这种钱的人都是毫无良知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后来检查整个手术室，还有查他们的准备程序，才发现他们那天晚上不是准备取你一颗肾脏，而是要你全部的健康器官。你若是再这样犯傻，不把自己的安全当一回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他显然很生气，情绪都有些隐隐失控。我确实有些后怕，但现在我很安全，我深深爱着的男人就如山一样守护着我。陈静行，我拉他的手，他不肯给我拉，抿紧了唇，用力抽走。我锲而不舍，厚着脸皮继续拉他的手指。他又想抽出去，我就皱了皱眉，刀口好痛，你给我老实躺着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扶着我躺下去，又掀开我的衣襟给我检查伤口。我看他专注认真又疼惜的眼神，心底有无数的甜蜜在涌动。陈静行，我轻轻摸了摸他的脸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我就装可怜看着他。他对我心软，没办法继续和我生气，就伸手抱住了我。哥哥，我趴在他耳边轻唤，那天我去医院检查乳腺，你当时看到我为什么耳朵那么红？说完这句，我就发现他的耳尖又隐隐变红了。他想要避开我，但我却干脆张嘴，轻轻在他耳上咬了一下。你是外科医生，什么没见过？你看别的女生也会耳朵红吗？江鸟，陈静行的呼吸有些乱了，你是女孩子，要矜持一点。哥哥喜欢我矜持一点吗？陈静行垂眸看我，似乎是怕我不高兴，眉毛皱了皱，哄了我一句。你可以稍稍不矜持，但也只准在我跟前见我还不高兴。他无奈道：好吧，你怎样开心那就怎样。这是陈静行此后岁月里最爱对我说的一句话。因为我在这世上没有了至亲，所以他特别的心疼我，包容我，生怕我受到半点委屈，生怕我有一丁点的不开心。我们确定关系那一天，陈静行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家人和朋友。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样，他对那些弟弟妹妹们介绍我时，说了一句我很熟悉的台词：以后见了鸟鸟都别乱叫，她可是你们的正牌大嫂。那天跟她一起来陆家赴宴的那个女孩，就笑盈盈看着我们俩。大嫂，我就知道静行哥喜欢你。我有些害羞，又有些讶异，我之前还怀疑过他们的关系。那天一进去，静行哥的眼睛就长在你身上了。陈薇笑嘻嘻地抱住我的手臂。不过大嫂就是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呢。我忍不住回首看她。老天真的是很公平的，你失去的那些，总会有人在将来某一天用别的方式补偿给你。看什么？他伸手摸我的发顶，眼底无奈又宠溺，眼都看直了。你怎么这么好看？我抱着他的手臂，忍不住的轻叹。这一瞬，就像回到了我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。陈静行很矜持地看了我一眼，这么好看的人，以后永远都是你的了，开不开心？我当然开心，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，踮起脚偷偷亲他的下巴。他低咳了一声，握着我手的指尖，温度攀升，渐渐滚烫。别急，天还没黑呢，他小声对我说了一句。我却攥着他的手，一直拉着他出了大厅，然后跑到了没有一个人的走廊尽头。袅袅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慢一点跑。我借着月色看他英俊的眉眼，忍不住抬起手捧住他的脸。陈医生，我的增生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，今晚又有点疼了，你要不要给我复查一下？我的手指缓缓向下，沿着他的胸膛滑落到他的指尖，然后握住，轻轻抬起来，贴在我的心口处，按紧。陈医生的药好像没起作用，那不如换一种方法。我听说让病人的丈夫做一些适当的按摩是可以缓解疼痛的。他说着低下头来，月色如水将我和他完全笼罩。陈静行与我接吻，手指与我的紧紧相扣。江鸟，我被他吻得整个人都晕晕乎乎。
我之前对你说过，我曾有个喜欢的姑娘。我下意识睁大眼就要推开她。她曾在图书馆里，在我面前睡着了。她说着，眉眼温柔地望着我，声音里含了很淡的笑意。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，看了很久。后来走的时候，我叫醒了她，指了指她的书本。我留了手机号码在那本书里，但是她没有看到。陈静行，我惊呆了，当时只顾着自己流口水，被她看到的是难堪的不行。哪里会注意他指了那本书？不过好在一切都不晚，该是我的，早晚都还是我的。他紧紧抱住我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袅袅，你是我最重要的，失而复得。”